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Polly。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最新一期的业绩是成长或下滑呢？当然，我们过去已经很习惯用视觉化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业绩状况，但可以更有效率，我相信没有人会排斥的。以这个图例来讲的话，假设说公司的产品十几20个，有没有办法在1秒钟就让你的主管看出来，哎，绿色的是成长，红色的是下降，我一眼睛看到就可以看到说红色的部分是有状况的，我直接请红色这相关就是业绩下滑的产品经理进来做报告说明就好了。那这个视图，我相信可以为大家来节省很多时间，在做一些判断上面也会更加的精确。那这张图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怎么有办法去做到这些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去做发想的。我记得前阵子我们已经有教过 index 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我今天要去把我的最后一期的数字抓出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在 order day，然后在我们的总和来看一下，我们的营业额现在的状况是每一年排站上去。那我想要取出最后一年的营业额，最后一期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会写一个 list 的这个参数，说错了，list 这个函数。那在这个 list 的函数写进去之后，它只要是在最后一期，它都会用0的方式来呈现给我们，这个就是我想要的这个数字。那接着我们要做什么呢？我可不可以去取出 list 等于0的2022年的这个资料？假设我取出来之后，我不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双轴，然后跟它去达到我要的这个方式吗？所以呢，我要去取出最后一期的数字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写一个 if，假设我的 list 等于0，那就帮我把它的业绩抓出来。OK，那这就是我最后一期的公式写法。那我的最后一期把它放上去，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我的 list 等于0，就帮我把它的业绩带过来，所以我就得到了这样子的数字。好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了这张图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双轴的展示呢？我们先看一下怎么做。例如说，好，它不能直接这样做的话，好，那我们就来自己重新的来按。我有了 我有 sales，我有 order day，接着我也想要用最后一期的数字，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就把我刚刚提到的，我有最后一期，我有这个历年的这些资料，那我可以做一个双轴。好，那在做双轴的时候，不用两个都有标签，我把这个标签移掉。那这里的时候就告诉你说，诶，它是最后一期哦，这个是它的数字。但是其实我们刚刚的主题分享跟大家讲的是，我最后一个点点，我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是成长或者是下滑嘛，对不对？那假设我想要做成长或者是下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又需要一个判断式出来呢？好，那假设我需要一个判断式出来的话，我可以怎么去做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刚刚的这些资料面来讲的，我是不是要去判断745-568有没有大于613-934？哦，这个是用绝对的方式去说明。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可不可以去取出这个数值，然后来做相比？那我们刚刚有找到最后一期，那我可不可以找到上一期或者是上一期的数字？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会有什么差别。如果我想要找出这一期的数字的话，我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会用 lookup 的方式，也就是我是去把 sales 抓出来没有错，但是一样要靠这个 list 这个函数，我就是去
我如果什么都没写，它其实就是用最后一行的方式去做。那我们刚刚的，我们的 list 不见了，好，我们把 list 再找回来。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什么刚刚讲的最后一期，OK，这一期的数字就是最新一期的数字，我们用 lookup 的方式去做。那它的前一期呢？这个大家想一下，我刚刚这一期是用 lookup 的方式是取出 list，我不写，它预设就是最后一个给我，OK。那我如果要取出前一期，也就是这个613934，我应该怎么写呢？先想一下。好，如果我前面放了 lookup，那我现在指的位置是这里，这个2022年，我想要它往前指一期，这时候我就要去让 list 去减一，为什么？因为它是它的前一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期怎么算出来呢？好，算上一期在这里。好 ，list 减一，有看到哈？好，那我们把这个上一期的资料把它放进去。好，这时候我是不是有这一期的资料，也有上一期的资料？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个比较，也就是比较说它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的部分。那这时候我们又要再去写一个叫做，如果我的这一期大于上一期，那我就叫做成长；如果这一期小于下一期，else 这就是下滑。那我们写完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内容，把成长否之后，我们再把它放到我们的色彩里面放进去。好，这时候它告诉我，哎，是成长的。那你会觉得左边跟右边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不是这么一致，没关系，我们做一个同步轴，这样轴就会很一致了。那我们除了用年月来看这个状况之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我们还会可以把我们的想要的维度放进来，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开始去变形了，可以去把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品项好了，按2下，可以把它放在把这个 category 放在下面，然后呢，这样就可以看到我每一个年份他们最新的排名的状况。然后你想说，啊，怎么这么刚好都是成长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衰退的部分。我印象中把这个subcategory 放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内容他们是衰退的。OK， 好，类似就是这样子。那接着的话，你当然可以依据你想要的时间轴的维度去调整啊。例如说，我可能去调整一个比较长的月份，那这也是一种方式。那我希望它不要显示标签，我就把它去取消掉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在你的画面上面就会更加简洁。那我们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可以用整个检视的方式，因为以这个资料量来讲，整个检视还是可以的。那我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范围区间大概是怎么样。好，那以上呢，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样在很快的时间去让我的主管看到，这些我的最后一期、最新的一期啊，不管你今天怎么讲哦，它目前是成长的部分。那甚至你做了刚刚这个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运用在你只是去把维度去做一个替换而已啊。你看我在不同区域别里面，我也可以去看到他们的状况，例如说这个叫做region，好，然后这个是分类。那接着你都可以把这个类别跟分类把它放到同个仪表板。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数字，就会在更加的明确又更加的快速了。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我还会把我的这个仪表板放到 Tableau Public，那这些资讯会放在我的资讯栏哦，可以自己去点击去查看。好，谢谢大家。